我是小陈，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毛牌企业。今天呢，还是回归到情怀这样一个主题上，为大家带来算是童年时期看过的高智能方程式阿斯拉达。这款呢是由 Megahouse 和30共同推出的产品，我一直比较喜欢30的产品的。这次呢拿到这款，算是第一次打开了玩车模的一个契机，差不多吧。包装盒蓝白的配色非常有竞技风味儿，看着和你很不熟的样子。不是太熟了，因为这个剧情说实话记不太清了。那个颜色嘛，一般赛车尤其主角车辆都会采用这种蓝白配色。这个阿斯拉达也好，旋风冲锋也好，四驱小子呢？四驱兄弟那是四驱兄弟，有四驱小子啊，有四驱小子。对，天皇巨星，不是足球小子吗？足球小将，足球小将，那是足球小将。反正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我看过的赛车题材的动漫，刨除四驱车的话，也就是高智能方程式和头文字 D， 主打的是一个硬科幻的赛车题材。峰会上还是挺有手绘那个味道的啊，有点古早，但是很细致。外包装我很喜欢。我看啊，怎么开呢？卡在这一步了吗？是有个封套。哦，打开之后，内包也比较漂亮，像那种原稿线稿的感觉，还是一个类似烫金的工艺。太好看了，这比你们买那个小人做的好像好很多呢。不要乱说。说明书，301罐的保修卡，零部件还特殊标注了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。30反正味道一直比较大，该标注一下。2层吸塑，上面呢是主体配件，下面呢是赛道型的地台。底盘是一个金属的结构啊，比我想象中的略微轻了一点。气味来讲，从个人角度出发，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啊。虽然谈不上多么惊艳啊，但是绝对不算差。白色呢，就是一个类似于珍珠白的效果，然后蓝色呢和红色部分稍稍金属感觉强了一些，略微有一点突兀，这里可以再去控制一下。我个人觉得啊，车辆的造型和还原方面，从我的印象里还是很接近，但这种贴纸或者拉花，其实要比动画中肯定是要多出一些。细节部分，刻线还有一些类似于铆钉的结构，这点做的是比较细致的，会有更多的细节和看点。我尤其喜欢这个发动机这个部分。是发动机吗？这是发动机啊。我怕你瞎说就不知道。那肯定是发动机啊！这个地方布局做的我觉得很好看啊，分色上还是挺细致，也有一个向上抽拉的结构，还原它加速的一个状态。另外两边的尾翼呢也可以向下弯折，当然我觉得这个弯下来不是太好看啊，还是喜欢让它平一点展开的样子。在我印象中，高智能方程式其实还是对这个最原始的阿斯拉达比较喜欢，印象也是最深刻的。看它这个曲线其实还是非常优美，这一点还原的很好。车轮部分也是完全可动的结构啊，前面还有左右转向的一个调节。当然我观察了一下，它可能不像正常的那些车模里面的方向盘可以随动，这点算上一个小的遗憾吧。一些联动结构也是完全有保留的，像两侧的车门可以抽拉上抬，正常打开。这个开门的方式比较还原，有意思啊。车顶盖的部分也可以直接掀起。打开之后，里面这个座舱刻画的也是很细致，可以看到这个行车电脑，还有中间这个手动的档位。现在来看的话，这个档位有点落伍啊，像一个6速的那种手动挡。突然感觉它像是一个不是什么科技类的东西啊，像是一个过去的人们对未来的一种。对，那个年代自动挡车好像都很少啊。30年了，那就是我们。好痛啊！但是为了连接考虑啊，它在上风挡这个连接部分还保留了一些塑料透明的这个接口的啊，这样伸出来3个像桩子一样的小揪揪，其实不太好看，其实应该再优化一下啊，我个人觉得。除去常规的一些展开结构呢，后方这个油箱盖也可以打开，还加油呢，这个小细节也不错啊。另外戳一下这边的风扇，这个零件稍微有点难弄啊。看说明书要戳这个连接的根部，打开盖板能露出中间叶片的部分。当然这个叶片做的有点糊啊，虽然说有细节，但是颜色处理的还是有上升的空间。额外上拉能把这一块结构完全打开。
让它更稳。对，大概是这么个功效。我看过头文字 D， 它车尾往上翘吗？什么头文字 D 跟头文字 D 有关？人家高智能方程式，你头文字 D 吧，咱不能说低智能方程式啊，但是它就不是方程式。哎呦，这怎么掉了？高智能啊，因为这边的结构呢，打开之后里面稍微素了一点啊，这里其实可以再提升一些。配件驾驶员啊，也是我们的男主角风间隼人，一直觉得这个名起的不太好啊，既封建又损人。赛车服涂装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头盔这里啊可以再适当优化一下这个前面这个挡风镜，确实黑啊。如果说能透露出一点啊里面人物的那个面容就坚毅的眼神吗？差不多，还是另外的价格吧。啊，当然这个小人也是可以完全收纳进驾驶舱内的。拔掉软胶的安全带。放入小人进行调整，再把另一只软胶的安全带进行连接啊。这个拆比较简单啊，但是往上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点耐心。它是一个软胶的结构，不用担心它玩坏，但是它因为比较软啊，安装起来也是比较难的。哎呀，我这个手残就比较费劲。将驾驶员安置完毕，扣上舱盖，这个位置也是掌握的恰到好处啊，完全不会刮蹭到头盔。哇，都看不出来它在里面。地台拿着稍稍有点轻啊，仿赛道的结构，上面是一种类似于沥青的效果啊。这边呢还做出了赛道的警示线，这边呢还有一个名牌和 logo。比较出戏的是这个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个，这个叫什么 VGA 什么啊？接电视用的。当然了，它还是自有妙用。翻过来，打开电池舱盖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3节7号电池。事先是指今天下班去买的。7号电池我再没法提前买，我也太按这个的手感有点那种非常古老的玩具的感觉。对应好这个插槽，边缘处这个类似警示线的其实是一个隐藏开关啊。安装这个打开前车灯，双闪，仪表盘。我觉得这样一个地台供电的方式其实是值得推广的。有人说这个应该改用充电呐，或者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用这种电池反而才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。可能有人觉得这个上面用的这个接口啊比较古老，但我觉得除了节约成本之外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这个接口它的体积比较大，能够撑起这样一个玩具啊。你用个 Type C， 那在安装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碰坏的可能。不过也不排除说这个节约成本的一个原因啊。然后隐藏式的这个灯效开关，这一点是我喜欢的，很好玩。当然，除去用地台供电之外，也是带有一个3枚纽扣电池的供电，这个就不跟大家去展示了啊，因为这个纽扣电池确实没准备。确实是一个死穴。对，纽扣电池是我一生也搞不懂的难题，到底太难了。再说一句，就是它下面这个地方应该再做一定的盖板，做一个遮掩。底盘部分本身做的就不是太细致啊，这个地方应该再做一个挡板，方便平时去展示。简单总结，通过一个简短的拆箱和体验啊，我个人觉得这款 Mega House 和30联合推出的阿斯拉达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产品啊，起码对于情怀向或者粉丝向是完全达标，或者说超出了预期的。从形体的还原度上来讲，一些拉花呀、设计啊、刻线也好，其实还是很细致。漆面部分不能说是特别的好吧，但是也是一个中上等的水平。如果放到一个车模的角度去看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。当然我没太接触过车模吧，不是很了解啊。它的一些联动的结构我还是非常满意。从配件上来讲，加入了男主角风间隼人，甚至还为他设计了2款替换手型。虽然说这个小人可动有限啊，但是你作为一个配件放到驾驶座舱内，这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地台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它很巧妙采用了一个转弯的角度啊，可以让这个阿斯拉达整体呈一个斜向的方向陈列在这里。动感。对，它很有动感，向上的斜一点的角度，方便你去观察它。平时陈列也好啊，或者什么也好，它也不那么扁平啊。加上它又做了这种1、2、3个开关的隐藏的灯效，又由地台直接供电，采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3节7号电池的方式，这些我都是非常喜欢。我也在想，这个用地台供电的方式能不能说做一个大一点的推广，比如说某些也是点人家大名儿，报人身份号，就某些
也重度依赖灯效的啊，也是有点合金的这种机械的人形的产品啊，它可不可以说把这个做的细致一点、小一点啊，通过脚部啊怎样去接触上，然后能用地台直接为整体去供电？我觉得这一点有待发扬。那从个人角度说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展开这个风扇的地方，里面可以再做的细致一些。再就是底盘应该再更多的做一些设计，其实可以做一个隐藏的盖板啊，或者什么也好，让它下面看着不那么穿帮，更好看一些。当然我玩的车模很少啊，就像你说，可能没什么太多标准。怎么还自己承认了？这没什么不承认的，没怎么玩过，就是没怎么玩过。我呢是冲着以前看过这部动漫啊，又觉得是30，就拿来感受一下。其实到手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高智能方程式这部动漫也算是很童年、很情怀的一部作品啊。当时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，就是看那个动漫的时候，好多人在玩跑跑卡丁车，你基本进去一上线，里面要不叫阿斯拉达，要不叫风间隼人。想太多了吧？可以说头文字 D 开启了一些对于改装啊，或者说是跑山呐、那种漂移啊的一些启蒙。高中方程式呢，更多的是专业赛车还有 F1方程式题材的一个启蒙。不过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，好像没有看到过这种优秀的赛车类的动漫了。如果说你也是这部动画的一个粉丝，喜欢这样一个题材，或者说你喜欢车模，喜欢30，还是可以去购入这样一个东西，其实是比较带感。这一期呢就先讲到这里了，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